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内容是我攒了近2个月的私藏故事，全是发生在普通人家里的细思极恐的真事。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，今天没有血淋淋的场面，没有青面獠牙的怪物，也没有突然跳出来吓你的桥段。所有的恐惧都藏在日常的细节里，可能是婆婆一句无心的话，可能是月嫂一个奇怪的动作，可能是孩子一句童言无忌的话。你第一遍听的时候可能觉得没什么，等你晚上躺到床上关了灯，脑子里再回想一遍，瞬间就能头皮发麻。老规矩，高能预警放在最前面，胆子特别小的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非要听的，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去把房间的主灯打开，别窝在被窝里只开个手机屏幕，那点光不够壮胆的。第二，耳机可以戴，但音量别开最大，留着点耳朵，听听你房间里的动静。第三，现在回头看一眼你的身后，还有窗户边，确认没人了，我们再开始。怎么样，都确认好了吗？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正式开始。第一个故事，下跪。第一个故事是所有投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。投稿的姑娘刚出月子没多久，她说这件事，她连自己老公都没敢全说，因为她怕说出来，这个家就散了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产房里，也发生在产房外。小林结婚第3年怀上的孩子，老公是做路桥工程的，项目在哪人就在哪，整个孕期10个月，有8个月不在家，前7个月都是小林自己照顾自己，上班做饭产检全是自己一个人。离预产期还有1周的时候，婆婆收拾了2大包行李，从老家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过来了。老人家今年58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背有点驼，话特别少。第一天进门，放下行李就进了厨房，焖了小林爱喝的小米粥，炒了2个清淡的小菜。吃完饭不用小林动手，自己收拾碗筷擦桌子，连厨房地板都拖得干干净净。接下来的几天更是如此，早上6点准时起床熬汤，中午变着花样做营养餐，晚上连洗脚水都给小林端到卧室床边。小区里一起遛弯的孕妇都羡慕坏了，说小林上辈子积了德，摊上这么个好婆婆。小林自己也觉得幸运，虽说婆婆话少了点，性格怪了点，但人是真的好。就是有一件事，小林怎么都想不通，她婆婆好像对窗户有种执念。不管当天温度多高，不管屋里闷不闷，只要过了下午6点，家里所有的窗户必须关得严严实实，连窗帘都得拉得密不透风，一点缝都不能留。有一次夏天35、6度的天，家里没开空调，小林热得满头汗，趁婆婆在厨房做饭，偷偷把卧室的窗户开了一条缝。结果婆婆端着汤进来，一眼就看见了，当时脸色就变了，3步并作2步冲过去，啪的一声就把窗户关上了，还反手扣了锁，动作大的把窗台上的多肉都震掉了。小林当时都吓愣了，婆婆也意识到自己反应太大，缓了缓语气跟她说，怀着孩子呢，吹了邪风不好，听话别开窗。小林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但想着老人家也是为了自己好，就没往心里去。从那之后他也没再开过窗。他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一扇扇关上的窗户后面藏着一个压了30年的秘密。预产期前第3天的半夜，小林睡得正香，突然感觉下面一热，破水了。他疼得浑身发抖，咬着牙喊醒了隔壁屋的婆婆。婆婆进来一看，半点没慌，转身就去拎提前收拾好的待产包，一边拿手机打120，一边过来扶小林。一路上婆婆攥着她的手，手心全是汗，嘴里不停念叨着没事的没事的。到了医院急诊，推进产房，小林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疼，骨缝开得慢，疼了整整12个小时。到后来他意识都模糊了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中间有一次他短暂的醒过来几秒。产房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监护仪滴滴的声音。他听见产房门口有2个护士在小声聊天，一个说，外面那个老太太是产妇家属吗？怎么不在门口等着，跑到走廊尽头窗户那跪着去了？另一个说，谁知道呢，可能是求菩萨保佑吧，大半夜的，看着怪吓人的。小林当时疼得脑子转不动，听完就又昏过去了。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孩子已经生出来了，是个男孩，6斤8两，
哭声特别响亮。护士把孩子抱给她看了一眼，就抱出去给家属了。小林瘫在床上，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心里却松了一大口气。母子平安就好。后来她被推回病房，老公也连夜赶回来了，抱着她一个劲说辛苦了。婆婆站在旁边，抱着襁褓里的孩子，眼泪哗哗往下掉，手都在抖。大家都笑着说，看奶奶这激动的，果然是隔辈亲。小林也笑着，心里暖烘烘的，她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出院之后回家坐月子，婆婆照顾得更细心了，孩子的尿布她抢着换，夜她抢着熬，每天给小林炖各种下奶的汤，什么都不用小林操心。可慢慢的，小林发现了不对劲，孩子特别爱哭，尤其是晚上闭着眼睛哭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喂奶也不吃，拍嗝也没用，哭到小脸通红。但只要婆婆把她抱到窗边，对着外面晃两下，孩子立马就不哭了，睁着眼睛往窗外看，还时不时笑一下。小林觉得奇怪，大半夜的，外面黑黢黢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有更怪的。每天凌晨3点多，小林都会准时醒过来，每次醒都能听见婴儿房里有小声说话的声音，是婆婆的声音。她以为是婆婆在哄孩子，可仔细听又不像，说话的语气很轻很恭敬，不像是跟婴儿说话，倒像是在跟什么长辈回话。有一天晚上，小林实在忍不住了，她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光着脚走到婴儿房门口，门没关严，留着一条缝，她顺着缝往里看。这一看，她浑身的血都凉了。婴儿床上，孩子睡得正香，而她的婆婆正跪在窗户跟前，背对着她，对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一下一下的磕头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声音太小，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但那个姿势和护士说的产房外的姿势一模一样。小林吓得捂住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一步步退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她靠在门后，心脏跳得快要炸开了。她想不通婆婆到底在跟谁说话，她跪在那里到底在求什么。第二天，婆婆跟往常一样端着早餐进来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就好像昨天半夜跪在窗边的人根本不是她。小林不敢问，她怕问出什么自己承受不了。可这件事像根刺一样扎在她心里，拔不出来。过了2天，婆婆去楼下超市买菜，家里只剩小林一个人。她鼓起勇气翻了婆婆带来的那2个旧行李箱，她想找到点答案。箱子里都是些旧衣服，还有给孩子做的小棉袄、小鞋子。翻到最底下的时候，她摸到了一个蓝布包，布包缝得很严实，看得出来主人很爱惜。她拆开布包，里面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还有一把小小的长命锁。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婆婆，20多岁的样子，怀里抱着一个襁褓里的婴儿。那个婴儿的眉眼和他刚出生的儿子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，写着孩子的名字，还有生卒日期。小林算了一下，那个孩子生下来第3天就没了，如果活着的话，今年正好30岁。小林的手开始发抖，她从来没听任何人说过老公还有个哥哥。晚上老公下班回来，她把孩子哄睡了，拉着老公到客厅，压低声音问他，你是不是还有个哥哥？老公当时脸色就变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妈不让提，说我上面确实有个大哥，当年我妈生他的时候难产，脐带绕颈，生下来就没气了，我妈那时候差点疯了，抱着孩子的尸体做了3天3夜，后来好多年都缓不过来，过了快10年才生的我。小林听完，后背的冷汗一下子就把睡衣浸透了。她想起了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户，想起了产房外跪在窗边的婆婆，想起了每天半夜对着窗外磕头的身影，想起了孩子一到窗边就笑的样子。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子里慢慢成型，她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当天晚上，等婆婆把孩子哄睡，走出婴儿房的时候，小林叫住了她。她把那张老照片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。妈，你告诉我实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婆婆看着桌子上的照片，愣了好久，然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她坐下来，给小林讲了一个30年的故事。她说，
当年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也是难产，在产房里熬了2天2夜，最后孩子还是没保住，她不想活了。当天晚上她偷偷从病房跑出来，爬到了医院顶楼的窗户边，想跳下去一了百了。就在她准备往下跳的时候，她听见窗户外面有个小孩子的声音，奶声奶气的跟她说，妈妈，你别跳，你要是跳了我就再也回不来了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以后你再生的孩子先借我玩3年，3年之后我就还给你，我保你们母子平安，顺顺利利。他当时鬼使神差的就点头答应了。话音刚落，窗户外面就没声音了。没过多久，护士就找到他，把他扶回了病房。又过了几年，她怀上了小林的老公，生的时候特别顺利，一点罪都没受，孩子健健康康的，长到3岁也没生过什么大病。她知道是那个孩子说话算话。这次小林怀孕刚查出来的时候，她就知道是她回来了。她等了30年，终于等到机会。那天没重胎，就是在跟她说话，求她说话算话，别为难小林。平平安安的出来。小林听到这里，浑身都僵住了，她张了张嘴，半天才能发出声音。那她现在在哪？婆婆抬起头看向婴儿房的方向，脸上带着一点温柔的笑。她轻轻说，还能在哪？这不，正在床上睡着呢，怎么样？第一个故事听完，有没有觉得后颈凉飕飕的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愣了足足有半分钟。你说婆婆做错了吗？好像也没有。你说这件事可怕吗？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，但就是忍不住会往深了想，想那个孩子到底是谁，想每天睡在身边的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还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，那接下来的第2个故事，我劝正在坐月子或者家里正请着月嫂的朋友先划走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月嫂身上。第2个故事，抱孩子。这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，他姓陈，我们就叫他小陈吧。小陈是顺产，身体恢复得快，但带孩子没经验。孩子出生半个月的时候，他实在熬不住了，就通过家政公司请了个月嫂。月嫂姓王，50多岁，看着特别和善，脸上总是带着笑，简历上写着做了15年母婴，带过近100个孩子，经验特别丰富。第一天来家里，王阿姨就露了一手，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没2分钟就睡着了。小陈当时就觉得这钱花得值，王阿姨不仅带孩子厉害，家务也做得好。每天小陈睡醒，早餐已经摆在桌上了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孩子的衣服尿布都洗得清清爽爽的。唯一有点奇怪的是，王阿姨总喜欢抱着孩子往阳台走，每次哄睡了都要抱着孩子站在阳台窗边站个10几分钟，再放回婴儿床里。小陈问过她一次，说阿姨，窗边风大，别吹着孩子了。王阿姨笑着说，没事，我挡着呢，让孩子看看远处。对，眼睛好。小陈也没多想，真正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他搬去月子房的第7天。那天晚上孩子有点闹肚子，睡得不踏实。小陈凌晨2点多醒过来，想过去看看孩子。他刚走到月子房门口，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，是王阿姨的声音，声音压得很低很温柔。他以为王阿姨在哄孩子，就没进去，靠在门口歇了口气。结果听着听着，他觉得不对了。王阿姨说的话根本不是哄孩子的话。她说，乖乖，再等等，再等半个月，等你出了月子，奶奶就带你回家，家里给你准备了小裙子、小鞋子，还有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你别急啊。小陈当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什么叫带你回家？回哪个家？他猛地推开门，房间里王阿姨正抱着孩子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孩子闭着眼睛睡得正香。王阿姨抬头看他，脸上还是那副和善的笑。怎么醒了？是不是孩子吵到你了？小陈盯着他问。阿姨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王阿姨一脸茫然，没说话啊。我哄孩子呢。这小家伙刚睡着。小陈张了张嘴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知道他刚才绝对没有听错，那些话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。王阿姨说要带孩子回家，说家里有桂花糕，可是王阿姨自己的家在隔壁城市，
坐高铁都要4个小时，他不可能带孩子回他自己家，那他说的回家是回哪个家？小陈不敢往下想了。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，抱着手机查王阿姨的资料，家政公司的评价都是好评，但小陈翻到第3页的时候，看到一条只有几个字的差评，只写了一句话：这个女人有问题，快换人。只有1个用户评价，没有更多信息了。第2天，小陈就给家政公司打了电话，要求换一个月嫂来，理由是不合适。王阿姨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，还是那副和善的笑，跟小陈说：孩子我带的挺好的，你确定要换吗？小陈说确定，王阿姨就走了。新来的月嫂到了之后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孩子也不闹了，小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直到1个月后，他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，本市警方破获了一起拐卖儿童案，犯罪团伙冒充家政公司月嫂，趁雇主不注意偷走新生儿。他看到新闻里的照片，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凉了。照片上有一个人，正是王阿姨。没再说什么，也许是自己听错了，也许是最近睡不好，出现幻觉了。他安慰了自己2句，就回房了。可从那天之后，怪事就越来越多，他好几次半夜醒过来，都能听见王阿姨在小声说话。有时候是在说奶奶想你了，有时候是说你什么时候跟奶奶走啊。每次他推门进去，王阿姨都只是抱着孩子，安安静静的说自己没说话。小陈心里越来越慌，他开始偷偷留意王阿姨的举动。他发现王阿姨每次抱孩子的时候，都会对着孩子的脸反反复复的看，那眼神不像是月嫂看雇主家的孩子，倒像是在看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。还有一次，小陈收拾王阿姨的房间，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旧照片，照片上是个3、4岁的小女孩，扎着羊角辫，穿着粉色的小裙子，笑得特别甜，照片的边角都磨白了，看得出来经常被人拿出来看。小陈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趁王阿姨去给孩子洗衣服的时候，偷偷给家政公司打了个电话。他旁敲侧击地问王阿姨家里是不是有个孙女啊？家政公司的人愣了一下，说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听说王阿姨命挺苦的，10几年前她儿媳妇生孩子难产，大人孩子都没保住，从那之后她精神就不太好，总说自己孙女还活着，后来就出来做月嫂了，说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就像看着自己孙女一样。小陈拿着手机，手都在抖，10几年前孙女没了，那他每天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嘴里念叨的带你回家是要带去哪？他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当天下午他就跟王阿姨说，家里有人来照顾了，不用他了，给他结了工资，让他走了。王阿姨也没多问，收拾东西就准备走。临走之前，他站在婴儿房门口看了好久，然后对着婴儿床挥了挥手，笑着说，乖乖，奶奶过阵子再来接你，你要乖乖听话啊。小陈当时站在旁边，浑身冰凉。王阿姨走了之后，小陈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他想着人走了，应该就没事了，可他没想到怪事才刚刚开始。王阿姨走的第1天晚上，小陈半夜醒过来，听见婴儿房里有哼歌的声音，就是王阿姨平时哄孩子唱的那个小调。他吓得赶紧开灯，冲进婴儿房，房间里空空的，只有孩子一个人，睡得正香。窗户开着一条缝，风把窗帘吹得轻轻晃。小陈记得很清楚，他睡前明明把窗户锁死了。从那之后，每天晚上家里都会出现奇怪的动静，有时候是阳台的晾衣架轻轻晃动的声音，有时候是客厅里有人走路的脚步声，还有的时候小陈能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个老太太的声音在门口喊，乖乖开门，奶奶来看你了。小陈吓得不行，把老公叫回家，2个人一起住。可老公说他什么都没听见，说他是产后抑郁，想多了。直到孩子满月那天早上，小陈起来开门拿牛奶，门口放着一个小小的粉色布包，布包里是一件手工做的小裙子，还有一盒桂花糕，裙子的尺寸正好是满月孩子穿的。小陈当时腿就软了。
他抬头往楼梯口看，空无一人。他疯了一样跑回家，翻出手机里的监控录像，他加装了门口的监控。录像里，凌晨3点多，一个穿藏青色衣服的老太太拎着布包放在了他家门口。老太太抬起头的时候，正对着监控，那张脸和王阿姨长得一模一样。可王阿姨早在半个月前就回了老家，两地相隔300多公里。小陈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。而就在这时，卧室里的孩子突然咯咯咯地笑出了声，像是有人在逗他一样。听到这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浑身发冷？其实最可怕的，从来不是陌生人的恶意，而是那些对你笑着的人。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抱着的到底是你的孩子，还是他的执念。好了，第2个故事就到这。接下来第3个故事发生在卧室的衣柜里。我猜很多人小时候都觉得衣柜里藏着什么东西，长大之后才知道衣柜里可能没有怪物，但可能藏着一个你素未谋面的家人。第3个故事，红棉袄。这个故事的投稿人是个男生，他说这件事发生在他老婆怀孕的时候，他们住的房子是他爸妈留下来的老房子，结婚的时候重新装修了一下，但是卧室里那个大衣柜没换，是那种老式的实木衣柜，特别沉，2个大抽屉，上面是2扇对开的门，里面空间很大。他老婆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开始收拾宝宝的衣服。有一天，他翻衣柜最上层的隔板，想把冬天的被子收起来，腾地方放孩子的东西。结果伸手一摸，摸到了一件衣服。他拿下来一看，是件小孩子的红棉袄，手工做的，针脚特别密，领口还绣了一朵小小的梅花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但保存得特别好，干干净净的。他拿着棉袄出去问老公，这是你小时候的衣服啊？老公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说不是，我小时候的衣服都在另一个箱子里，这件我没见过。他又说可能是我妈当年给我准备的，没穿上吧，老婆也没当回事，就把棉袄洗干净了，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放在了宝宝的衣柜里，想着等孩子出生，冬天正好能穿。可从那天之后，怪事就来了。每天晚上，他们都能听见卧室的衣柜里有轻轻的响动，像是有人在里面用指甲轻轻刮木板，吱呀吱呀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夜里特别清楚。老公一开始说是老鼠，可找了半天连个老鼠洞都没找到，后来又说是衣柜热胀冷缩，正常现象。他老婆却总觉得不对劲，他说那声音特别像小孩子的手指在挠木板。老公只当他是孕期焦虑，安慰了他几句，没往心里去。又过了一阵子，他老婆晚上睡觉总做同一个梦，梦里有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站在衣柜旁边看着她，也不说话，就安安静静地站着。每次醒过来，她都一身冷汗。她跟老公说，老公还是不信，说她想多了。直到孩子出生，是个女孩，白白胖胖的，特别可爱。孩子满月之后，晚上总哭，哭的时候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衣柜的方向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有一天晚上，孩子又哭了，老婆抱着孩子哄，哄着哄着就看见衣柜的门慢慢开了一条缝。她当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就看见从那条缝里伸出来一只小小的手，白白的小小的，穿着红色的棉袄袖子，然后一个小小的脑袋从缝里探了出来，是个小女孩，扎着2个小揪揪，穿着那件红棉袄。她看着床上的婴儿，咧嘴笑了一下。老婆吓得差点叫出声，紧紧捂住嘴，把孩子抱在怀里。她拼命眨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可在睁眼的时候，衣柜门关得好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天晚上，她一夜没睡，第2天一早，她就跟老公说了这件事。老公也觉得邪门了，他把衣柜里的东西全都搬了出来，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件红棉袄也好好的叠在最上面。他想不通，就给他妈打了个电话，问这件红棉袄的来历。他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，然后叹了口气，跟他说了一件事。他说，你还有个妹妹，比你小2岁，当年怀上的时候已经7个月了，出了意外没保住，引下来的时候是个女孩，
已经长全了。我当时心疼啊，就亲手给她做了件红棉袄，想着让她穿着走，别冻着。后来那棉袄我就放在衣柜最里面了，这么多年了。我以为早就丢了，没想到还在那。老公听完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活了20多年，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妹妹。挂了电话，他看着衣柜，后背一阵阵发凉。原来每天晚上在衣柜里弄出动静的，是他那个素未谋面的妹妹。原来他一直待在这个家里，从来没走。后来他们按照老人说的，找了个日子，把那件红棉袄拿出来，在阳台烧了，还给小女孩准备了一些小零食、小玩具，一起烧了。烧的时候，他们对着空气说：妹妹，我们知道你在，你要是想待着就在家里待着，别吓着孩子，要是想走就安心走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。从那之后家里就安静了，孩子也不怎么哭了。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直到孩子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小女孩自己在卧室里玩，玩着玩着突然咯咯的笑，还对着衣柜的方向摆手。老婆走过去问她：宝宝，你跟谁玩呢？小女孩仰着小脸天真的说：跟姑姑玩啊，姑姑穿红衣服可好看了，她说她喜欢我，要陪我一起长大。老婆听完愣在原地，她低头看了看女儿，女儿的脖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颗小小的梅花形状的红痣，和当年那件红棉袄领口绣的梅花一模一样。其实有时候想想，留在家里的不一定都是坏的，可能只是舍不得走的亲人。他们没什么恶意，只是想回来看看，看看家里的人，看看新出生的小朋友。但即便如此，突然知道自己身边一直跟着一个看不见的人，还是会觉得毛骨悚然，对吧？好了，第3个故事结束，接下来第4个故事。这个故事，我建议所有当妈妈的朋友都认真听，因为你家孩子可能也跟你说过类似的话，只是你没当回事。第4个故事，床底下的姐姐有个宝妈给我投稿，说她儿子今年4岁，刚上幼儿园小班，从半年前开始，儿子就总跟她说床底下有个姐姐。一开始她以为是孩子看动画片看多了，想象力丰富，就笑着逗她：姐姐长什么样啊？儿子说长头发，穿白裙子，可好看了。他也没往心里去，孩子嘛，都有个假想朋友，很正常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都会给儿子讲睡前故事。每次讲故事，儿子都会往床底下看一眼，然后说：妈妈，姐姐也想听。他就随口说：好啊，那让姐姐一起听吧。从那之后，每次讲故事，儿子都会特意往床边挪一挪，给姐姐留出位置。他觉得孩子可爱，也没制止。真正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上个月的事。那天他给儿子讲小红帽的故事，讲完之后，儿子突然说：妈妈，姐姐说这个故事不对，他妈妈当年给他讲的时候，大灰狼是被猎人打死的，不是放走的。宝妈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因为他讲的这个版本是他妈妈小时候给他讲的，是他外婆自己编的版本，外面根本没有。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，连她老公都不知道，她儿子怎么可能知道？她强装镇定，问儿子：姐姐还跟你说什么了？儿子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说：姐姐说她也有妈妈，她妈妈也会给她讲故事，唱儿歌。可是后来她妈妈把她弄丢了，她找不到妈妈了。宝妈听完，后背一阵阵发凉。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在这个儿子之前，她怀过一个孩子，2个多月的时候没保住，自然流产了，是个女孩。那时候她刚结婚，工作也忙，没太当回事，难过了一阵子就过去了。后来有了儿子，慢慢就把这件事忘了。难道她不敢往下想了？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跟老公说了这件事。老公说她胡思乱想，孩子的话怎么能当真？可她心里就是放不下。第2天，她特意提前下班去幼儿园接儿子。路上，她又问儿子：宝宝，你跟妈妈说实话，那个姐姐到底长什么样啊？儿子说：姐姐皮肤白白的，眼睛大大的，扎着2个小辫子，脖子上还有一颗小黑痣。宝妈的脚步一下子就停住了，
她浑身的血都凉了，因为当年流产的时候，医生跟她说孩子已经成型了，是个女孩，脖子上确实有一颗小小的黑痣。这件事她只跟自己妈妈说过，连她老公都不知道。她站在原地，腿软的几乎站不住。原来那个孩子根本没走，她一直待在家里，待在弟弟的床底下，每天晚上陪着弟弟一起听自己讲故事。她只是想再听听妈妈的声音。那天晚上，宝妈坐在儿子的床边坐了很久，儿子睡着了，她就对着床底下轻轻说话。她说：妈妈知道你在，当年是妈妈不好，没保住你。你要是想妈妈了，就回来看看，别吓弟弟，也别委屈自己。妈妈一直都想着你。说完之后，她就哭了，哭了好久。从那天之后，儿子就很少提姐姐了。她问儿子：姐姐呢？儿子说：姐姐走了。他说他听见妈妈的话了，他很开心，他要去投胎了，下次还要做妈妈的孩子。宝妈听完又哭了一场。本来故事到这里应该是个很温暖的结局，对吧？如果没有后来那件事的话，大概过了1个多月，有一天晚上，宝妈起夜路过儿子房间的时候，听见里面有说话的声音，是个小女孩的声音，奶声奶气的。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轻轻推开门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儿子的小床上。她看见儿子身边躺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穿白裙子，长头发，正背对着她，安安静静地躺着。而他的儿子正用小手搂着那个身影的脖子，睡得正香。宝妈吓得不敢动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小小的身影慢慢转过了头，他对着门口的宝妈咧嘴笑了一下，轻轻说：妈妈，我不走了，我要陪着你，还有弟弟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怎么样？这个反转有没有吓到你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已经离开的人，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身边，只是这种陪伴到底是温暖还是惊悚，就看你怎么想了。好了，第4个故事就到这里。接下来第5个故事发生在隔壁的空房子里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明明隔壁没人住，却总能听见奇怪的声音，比如走路声、说话声，还有敲门声。第5个故事，送鸡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小李怀孕的时候，她家住在老小区，6楼，1梯2户，隔壁的房子空了快2年了，房主是个老太太，去年冬天走了，儿子在外地，房子一直空着，也没卖也没租，平时安安静静的，没什么动静。大概是小李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她开始听见隔壁有敲门声，咚咚咚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有规律，每天上午10点准时响起。一开始她以为是快递敲错门了，没当回事，可时间长了，她觉得不对，哪有快递天天敲错门的？有一天敲门声又响了，她赶紧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往外看。这一看，她愣了一下，门口站着个老太太，穿蓝布衫，拎着一筐鸡蛋，正背对着她。敲隔壁的门，边敲边小声说：开门啊，我给大孙子送点鸡蛋补补身子。小李心里纳闷，隔壁没人啊，这老太太是谁家的亲戚？他看着老太太敲了半天，没人开门，就转身走了，步履蹒跚的慢慢走下了楼梯。后来小李下楼买菜，碰到了楼下的张阿姨，他随口问了一句：张阿姨，隔壁王奶奶家来亲戚了，我今天看见个老太太去送鸡蛋。张阿姨当时脸色就变了，什么老太太？穿蓝布衫，拎着一筐鸡蛋。小李说：对啊，看着有70多岁，头发花白的。张阿姨倒吸一口凉气：姑娘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隔壁王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就天天穿蓝布衫，总给她孙子送鸡蛋，可她去年就没了啊。小李当时浑身一麻。什么？张阿姨说：可不是嘛，王老太太就一个孙子，当年她孙子生孩子的时候，她天天拎着一筐鸡蛋往这跑，后来孙子一家搬去外地了，她自己在这住。去年冬天走在家里，过了好几天才被发现，走的时候身边还放着一筐鸡蛋，说是要给孙子寄过去的。小李听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他想起了每天准时响起的敲门声，想起了老太太说的给大孙子送鸡蛋，难道是王老太太回来了？从那天之后，小李就不敢再听门口的动静了，
每天把家门反锁得死死的，听见什么声音都不敢开门，说也奇怪。自从他知道这件事之后，隔壁的敲门声就消失了，再也没响过。小李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直到他儿子出生办百天酒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亲戚，人来人往的，特别热闹。中午的时候有人敲门，小李以为是亲戚来了，赶紧过去开门，门口空空的，什么人都没有，只有一筐鸡蛋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，还是热的。小李当时腿就软了，她赶紧喊老公过来，老公看了看鸡蛋，又看了看楼梯口，说可能是哪个亲戚放的，不好意思进来吧。小李没说话，她心里清楚得很，这筐鸡蛋是谁送的。后来她跟小区里的老人打听，老人说没事，老太太是好意，她就是想看看重孙子，给孩子送点鸡蛋补补身子，没有恶意。小李听了心里稍微安稳了一点，她按照老人说的拿了2个鸡蛋煮给孩子吃了，剩下的分给了邻居，还在门口烧了点纸钱，跟老太太说谢谢您的鸡蛋，孩子很健康，您放心吧。从那之后门口就再也没出现过鸡蛋了。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，直到孩子1岁多的时候，有一天小李带着孩子在楼下玩，孩子突然指着单元门口咯咯的笑，还伸手要抱抱。小李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那里空无一人。他问孩子，宝宝你看什么呢？孩子奶声奶气地说，奶奶，穿蓝衣服的奶奶，她给我送鸡蛋吃。小李站在阳光下，却觉得浑身冰凉，原来他一直都在，从来没走。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他的重孙子，看着他一点点长大。其实这种邻里之间的故事往往最有代入感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家隔壁住的到底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每天和你擦肩而过的到底是什么。好了，第5个故事讲完了。最后一个故事很短，但后劲很大，发生在产检的时候。很多人说 B 超单上能看见很多不该看见的东西，这个故事就是关于 B 超的第6个故事。2个孩子，小周怀孕5个月的时候去做4维彩超，老公陪着她一起去的。做 B 超的医生是个中年女人，话不多，全程冷着脸，探头在肚子上来回划了半天，医生突然停下了，皱着眉头盯着屏幕看了好久。小周心里一下子就慌了，医生怎么了？孩子有问题吗？医生没说话，又划了半天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没事，挺好的，孩子很健康。小周松了一口气。做完 B 超，拿着单子出来，老公赶紧迎上来问怎么样。小周笑着说没事，医生说孩子很健康，老公也放下心来。可小周心里总觉得怪怪的，刚才医生那个表情不像是没事的样子，而且他刚才好像听见医生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怎么又多了一个？他当时没听清，也不敢问。回到家之后，他拿着 B 超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，孩子的五官都很清楚，小手小脚也都在。他安慰自己肯定是听错了，怀孕的人就是容易胡思乱想。可从那天之后，他就总觉得不对劲，他的肚子比同月份的孕妇大很多。别人5个月刚显怀，他的肚子像7个月的，而且他总觉得肚子里有2个心跳。有时候晚上睡觉，他能感觉到2个小家伙在肚子里不同的位置动。他跟老公说他想多了， B 超都做了，就是一个孩子。他想想也是，医生都说是一个，肯定不会错。又过了2个月，到了孕晚期，他再去做 B 超，这次换了个医生。医生看了半天，抬头问他，你之前做 B 超都是一个孩子？小周说，对啊，一直都是单胎。医生皱着眉头没说话，又看了半天，然后说，没事，孩子挺好的。小周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，他总觉得医生有什么事瞒着他。后来快到预产期的时候，他找了个熟人医生托关系问了问，熟人医生拿着他的 B 超单看了好久，然后跟他说，妹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你别害怕，你这肚子里不止一个孩子。小周当时就懵了，什么意思？双胞胎？医生摇了摇头，不是双胞胎，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旁边还有个小小的影子，看起来像是个没成型的孩子，一直贴在正常孩子的背上，
每次做 B 超，角度不对就看不见，角度对了就能看见一点轮廓。我们行内话叫贝贝娃，一般是怀孕的时候，两个胚胎，一个强一个弱，弱的那个被强的吸收了，但有的没吸收干净，就一直跟着。小周听完浑身冰凉，他想起了第一次做 B 超，医生说的那句怎么又多了一个，想起了肚子里两个心跳的感觉，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孩子。后来他顺产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孩子很健康，白白胖胖的，只是孩子的后背上有一块淡淡的胎记，形状像个小小的孩子，蜷缩在那里。孩子慢慢长大，特别乖，很少哭闹，就是总喜欢背靠着墙站着，或者睡觉的时候必须背靠着人，好像背后一直有个人在抱着他一样。有一天，孩子3岁的时候，小周给他洗澡，孩子突然回头跟他说：妈妈，我背上的弟弟什么时候才能下来自己走路啊？小周拿着毛巾的手一下子就停住了，他看着孩子后背上那块胎记，突然想起了医生说的话，那个没成型的孩子一直贴在他的背上，原来他一直都知道，他一直都背着他的弟弟，从来没分开过。好了，录个故事，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，大家深呼吸，把房间的灯都开亮一点，都是故事，别太往心里去。其实今天选的这录个故事都没有什么恶意，大多都是放不下的亲人，舍不得走的执念，只是用我们的眼光看起来会觉得惊悚，但换个角度想，也许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身边。好了，不吓你们了，老规矩，互动时间。今天这录个故事里，哪一个听完让你瞬间起了鸡皮疙瘩？或者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发生在家里的细思极恐的小事，都可以打在评论区里，我们一起聊聊。要是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下次更新深夜故事的时候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。最后跟大家说句晚安，不管今晚听到了什么都别害怕，关好门窗，盖好被子，梦里没有怪事，身边全是温柔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晚安。